1月20号，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上任。在此之前，特朗普曾多次声称会在短期内结束俄乌战争，但事实真的会如他所愿吗？为了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又将会推出哪些举措？今天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个问题。其实，特朗普本人对于俄乌战争的态度是非常模糊的。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多次宣称他能够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战争。最近呢，他将这时间框架延长到了6个月。然而，无论或长或短，特朗普都没有明确表示过他将动用什么手段来结束战争，但他依然对此充满信心。特朗普曾公开批评前任政府在处理乌克兰战争和北约事务上的表现，声称他的领导将带来截然不同的局面。他提名的乌克兰特使基斯·凯洛格也表现出乐观态度，声称和平协议在100天内就能达成。特朗普一贯强调他愿意直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他的公开表态描绘了一个准备对莫斯科施压的领导者形象，同时展现了一种交易式的外交方式。特朗普暗示，如果普京拒绝停止敌对行动，他将利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包括扩大制裁和为乌克兰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迫使俄罗斯进入谈判。根据 CNN 的报道，特朗普已指示助手安排其在宣誓就职后的几天内与俄总统普京进行通话。这次通话的目标之一是为了未来几个月内的面对面会谈铺路，试图推动俄乌冲突的解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月10号表示，普京愿意在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与特朗普接触。佩斯科夫强调，只要双方具备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共同意愿和政治决心，这种接触就无需任何前提。他还指出，俄方注意到特朗普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并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乌克兰也对特朗普充满了期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本月早些时候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可能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的品质就是这样，他可以在这场战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可以阻止普京。从各方发布的公开信息来看，未来前景貌似一片大好，美乌俄三方都对和谈持开放性态度。难道持续3年的俄乌战争就要迎刃而解了吗？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1月14号报道，俄总统助理前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克里姆林宫在未来的任何和平谈判中都不会让步，仍将坚持实现对乌克兰的原定目标。他明确表示，俄罗斯将坚持摧毁乌克兰国家，解散县政府，实现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并永久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目标，并认为这些要求无可讨论。虽然俄罗斯表面上对和谈充满了诚意，但私下场合，莫斯科目前几乎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意向，反而在巩固其领土利益，同时确保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的取向更符合俄罗斯利益。尤其是在领土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俄罗斯高层已经多次展示其鲜明态度。由此可见，所谓对和谈抱有诚意，可能只是俄罗斯所为剩不多的国际观瞻了，而表现出来的演技。那这里就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俄罗斯拒绝结束战争，特朗普会采取什么手段来实现自己6个月结束战争的诺言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上个月，据乌克兰 RBK 新闻网报道，乌克兰安全与合作中心执行主任德米特里·日梅洛近日透露，美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远程武器，尤其是针对 F-16战机的导弹。此前，美国已经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反人员地雷，并允许乌克兰打击俄罗斯身处目标，而这些武器可能是接下来支持乌克兰战斗的重要装备。日梅洛表示，美国可能会提供不同型号的 ATACMS 导弹，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远超乌克兰目前所持有的型号，它可能会是美国下一个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此外，乌克兰还对空对地和空对空导弹表现出强烈兴趣，尤其是 AGM-158 GASSM 巡航导弹。美国欧洲司令部指挥官克里斯托弗·卡沃利也为乌克兰编制了一份武器清单，其中包括了 AGM-158 GASSM 导弹。路透社曾报道称，美国正在接近向乌克兰提供该导弹，这一决定可能会在不久后做出。目前，乌克兰使用的陆军战术导弹型号为 ATACMS M39A1 Block 1，
在2023年10月首次投入实战，射程可达300公里，重174公斤，内含300多个子弹药，能对集群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按照原文消息推断，美国可能为乌克兰提供的另一种陆军战术导弹型号应该是 M57 Block 1A， 这是 M39A1 的单弹头版本，采用了和 AGM-RGM-84鱼叉导弹同款的213千克高爆破片战斗部，或者使用的和 SLAM-ER 导弹同款的247千克高爆穿透战斗部。和传统的子母弹相比，单弹头设计呢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并在能够各种天气条件下打击敌方关键目标。M57导弹的射程达到了300公里，可以打击敌方后方深处的目标。它快速重新装载能力使其能够实现持续打击，极大提高了作战灵活性。此外，导弹体积小巧，发射平台具有较强的机动性，使得该导弹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最佳位置，最大化作战效果。2000年单弹头版本开始投入生产，2001年进行了首次测试，2002年2月，美国再下单了24枚 M57，2004年2月又下单68枚。这些导弹包括一些原始的 Block 1型改造而来的单弹头版本，总数约为280枚。尽管 ATACMS Block 1A 是表现出色，美国陆军计划从2018年起用长程精确打击导弹替代所有的 ATACMS 导弹，这标志着这一经典导弹系统的逐步退役。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精确打击导弹的研发进程缓慢，美国已经在2023年重新恢复了对陆军战术导弹的生产。美国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授权生产和采购多达1700架额外的 ATACMS。那么，如果按照之前落马的生产速度，美国可能已经拥有了160到200枚全新的陆军战术导弹库存。如果如此之多的远程精确导弹被转移给乌克兰，那么接下来俄军可能会度过一段噩梦时光。众所周知，俄罗斯的保密工作是聊胜于无，各部队甚至集团军指挥所总是3天2头遭到轰炸，所以现在俄军指挥官都当起了地保男孩，在地下修建自己的小公寓，躲在里面指挥前线战斗。面对这种位于前线100公里外的地下掩体，乌军也仅有风暴阴影导弹能够对其产生威胁，但风暴阴影毕竟是数量稀少，还需要战机进行发射，这对于没有取得制空权的乌克兰来说是一件风险很高的事情。但是 M57导弹则可以完美解决这些问题。乌军可以凭借广阔的战线以及海马斯灵活的机动能力，对俄军师旅级的前沿指挥所进行精确的定点清除行动。根据普京之前在电视上透露的消息，俄罗斯处于活跃状态的师旅级单位可能有40到60个。可见，如果给予乌军足够的远程武器，那么将极大程度地打击俄军的指挥系统，甚至导致其高位截瘫。这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美国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另一款武器，作用和陆军战术导弹类似，同样是远程精确打击武器 AGM-158 GASSM 导弹。这是一款空对地巡航导弹，广泛装备于美国及多个北约国家和盟友军队。其常规版本的射程是360公里，而ER版的射程则可以达到980公里。该导弹的战斗部重达450公斤，可以装备在乌克兰的 F-16上。预计 GASSM 导弹的总库存可以达到12000枚，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完全来说足够用。唯一的问题呢，是乌军用来发射的 GASM 导弹的 F-16在数量上依旧是面临不足的问题。日梅洛指出，尽管美国国防部存在一定的内部动荡，但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武器的延迟可能性较低。他认为，美国国会已经为捐助乌克兰拨款，乔拜登总统有权直接决定武器的提供。根据白宫的报告，美国计划使用剩余的援助资金来支持乌克兰。如果特朗普和普京的和谈失败了，那么既有可能延续这2项前任政府已经铺好路的援助政策，迅速对乌克兰开启大规模军援，以此逼迫俄罗斯在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无论特朗普是否会采取对俄强硬政策，俄乌战争都不会持续太久了。虽然呢，俄军在近期猛然加强了战场攻势，但这更像是困兽的最后一搏，试图在和平到来之前撕咬下更多的乌克兰领土。根据 IISS 的报道，尽管俄罗斯在战场上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但它仍能保持一定的战斗力。报告指出，俄罗斯每个月平均损失数百辆装甲车和炮兵系统。即使俄罗斯试图通过从储备中启用老旧装备，提升工业生产能力，以及从海外采购武器，维持其武器库存的稳定，但依旧无法弥补前线的损失。同时，这些翻新的装甲车大多是存在质量问题，在俄乌战场上只能充当一次性代步工具。然而，武器装备的损失还不是最致命的。2024年1月19号，乌克兰总参谋长谢尔斯基在接受乌克兰新闻机构 TSN 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军队在过去1年中遭遇了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损失，总兵力损失已经达到43万4千人，其中15万人是在2024年战斗中损失的。谢尔斯基指出，在这1年的战斗中，普京的损失超过了战争前2年的总和。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最新数据，截止1月19号，俄罗斯自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总兵力损失已经达到81万8740人，这个数字就包括了阵亡、被俘、受伤和失踪人员，而且与西方情报机构的估算基本一致。单日最大损失出现在24年11月，达到了2030人，是自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单日损失。谢尔斯基表示，根据当前的军事伤亡趋势，俄罗斯军队的损失预计将在未来6个月内突破100万人。随着战斗的持续，俄罗斯将面临更加严峻的人员短缺问题。现在俄国内的人力资源已经被压制到极限了，普京甚至不得不请求将军施以援手来缓解前线压力。因此，俄军当前的猛烈攻势难以持续太久。如果俄罗斯拒绝和谈，那么川普的新一轮军援可能会让战场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